Hello，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各位久等了。今天就是关于 Google Notes 完整解析的影片。那在这几天呢，不管是在 IG、脸书、我的 YouTube，我就收到了快要300则观众的留言还有提问，都在敲完今天这部影片。对，所以我这4天呢，我就很认真去查了 Google Notes 它官网上面所有内容，还有观众传给我的 Dcard， 还有一些提问。对，那我都会在今天这部影片汇整起来跟大家说明。那这次很明显可以看到定价的部分真的引起超多人的不满，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贵了。那从我在 IG 还有 YouTube 的投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将近50%的人，他还是会继续使用 Google Notes 5，不会升级到6。想要订阅或是买断的人，在这个投票当中，居然只占了20%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真的是涨太凶了 ，Notability 的风波才刚过去，没想到 Google Notes 它今年也自己走向订阅制了。今天的影片时间轴在这边。首先呢，我会先告诉大家 Google Notes 它在 UI、价格、笔记本、手势还有 AI 这些功能等等的17个更新，然后也会告诉大家免费版本、订阅版本还有买断版本它们3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那接下来的话，我会来告诉大家6个隐藏的小技巧，让你在9月9号之后还是可以同时拥有 Google Notes 5和 Google Notes 6。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在 AI 功能，还有这次全新更新的隐藏小技巧，都会告诉大家。那在影片第3个部分，我就会来回答观众这些满满的问题，包含降级、AI 使用次数限制，还有新旧用户优惠等等。那在影片的最后，我就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使用心得，以及我觉得现在 Google Notes 6你适合什么样的人来购买。好，那一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跟 BPW 相关的最新资讯哦。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告诉大家 Google Notes 这次所有功能的更新。那第一个最显而易见，也就是最令大家诟病的，就是它的价格。那这次 Google Notes 的版本总共分成3种，第一个是免费版，第二个是每年订阅320元的版本，第3个的话就是一次以960元台币买断的版本。那免费版的部分你有8个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你只能使用3本笔记本，然后你每本笔记本它的录音时间只有20分钟。然后它也不支援像 Google Notes 传送电子邮件的这个功能。第4个的话是它每个模板的档案大小限制只有5MB， 其实这个大小是蛮小的，你基本上只要多丢几个图片或是录音进去就超过5MB 了。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些这次全新推出的 AI 功能没有支援，像是这次全新的互动式考试练习课程，它会有做一些限制，像是数学公式的纠错，它就不会出现在免费版本。还有一些市集上面有的订阅者优惠，那在免费版本也是无法享有的。然后人工智慧的全萤幕打字它也是不支援的，你就没有办法去修正语调或是去修正文法。再来的话就是你每个汇出的档案里面它都会有 Google Notes 的浮水印，主要就是这8个差异。再来就是大家最疑惑的，就是订阅版本跟买断版本它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呢？那严格来说差异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订阅版本的话，它是可以跨平台使用，不管你是 iOS、Windows、Android， 它都是可以跨平台使用。但是买断版本的话，它因为只有支援 iOS 跟 macOS， 你在安卓跟 Windows 它只支援订阅，所以等于说你买断之后，你就只能在苹果生态系里面自己使用。对，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异呢？那差异主要就是在未来 Google Notes 可能会推出自己的云端系统，它就可以结合 Windows、安卓还有苹果这3个生态系之间去跨装置同步。但如果你是使用买断的话，你就只能用 iCloud 来同步你的档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差异不大，因为我主要身边使用的都是苹果的装置。对，但是如果有观众是同时使用安卓手机，然后 Windows 电脑跟 iPad 的话，那我觉得你或许可以考虑看看订阅的方案。那再来就是很多人有传出，就是买断跟订阅版本会在 AI 功能上面有差异。对，那这部分其实在台湾是不应该会发生的。这个限制的功能照理来说只会发生在中国版本的 Google Notes， 所以如果观众有遇到就是你买断的时候 AI 功能遇到限制的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因为这几天我刚好会见到 Google Notes 内部的人，我可以去跟他们说明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帮大家询问一下正确订阅跟买断版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那如果有确定之后，我后续会再做更明确的影片来跟大家说明。再来第2个更新，也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一打开 Google Notes 6就发现它整个 UI 就不一样了。那这次 UI 总共有3个更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体的界面跟 icon 它的风格从原本看起来比较专业，现在变得很鲜艳可爱的感觉。那我们从主页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个侧边栏，那你可以把它收起或是拉出来。那在资料夹的部分，它现在有高达9种的颜色设定，还有高达21个 icon 的设定，那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去搭配。那打开笔记页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方的工具列，它整个样式都改变了。那我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它上面那个栏位又变得更大了，我觉得又有点压缩到手写的空间，所以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手写模式的时候，把一些不重要的工具列收起来。
再来是笔记本的部分也有3个更新。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笔记本它多了一些全新的封面，而且这个封面你是可以完全自由的去调整它颜色的搭配，你就可以自己去点击，比如说你底色要什么色，然后它边缘的颜色要什么色，都是可以很自由的去调整的。那在笔记纸的部分也是，你现在想要什么样的纸张颜色，你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那颜色以外的话，就是大小的部分，你现在可以去自定纸张的大小，那你就可以很精准的依照你的笔刷粗细，然后调整你想要的纸张大小，还有方格数量等等。再来的话是关于手势的3大更新。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现在触控笔可以支援了图画删除。你现在在 Google Notes 写完字之后，然后你只要拿起你的 Apple Pencil， 然后画出波浪的形状。那只要有被波浪经过的地方，它就会自动做删除的动作。那如果波浪没有画到的地方，它还是会保留下来，所以它就会依照你波浪的位置来看一下你会删到哪些。那在第2个手势上的更新，就是你现在只要用 Apple Pencil 的笔刷画圆圈，那它就会自动转换成套索工具。那在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先长按一下那个圆圈，它才会自动变成套索工具，不然的话它就还是会保留一般笔刷的样式。那在第3个手势的更新也是在套索工具的部分，你现在只要点开套索工具的设定，你现在可以发现它多了一个选取数学公式的选项。所以未来呢，如果你用数学公式的格式，你就不会跟你的手写或是跟文字去冲突到，它也是一个可以独立做选取的格式。那接下来第6个更新，也就是 Google Notes 这次更新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它的 AI 功能。那 AI 这次总共有6个更新，那我把它区分成3个自动化跟3个手写辅助。那首先来讲到自动化的部分，第一个自动化就是你现在拥有像 ChatGPT 一样的 AI 智能助理，你可以去进行文法拼字校正、改写、改变3种语调以及增长截短。那目前只有在全萤幕打字这个功能里面有支援，你如果在一般的文字打字功能，它是没有支援 AI 的这个功能的。那在使用体验起来，我觉得在英文的部分使用起来还算顺畅，它真的可以去帮我挑到一些错误的单字啊，还有修正一些句型文法，还有一些语调的部分。对，但是如果在中文使用的话，我自己觉得使用者体验就没有来得这么好。它这个 AI 感觉就有点不太智能了。在语调的部分，我现在怎么改写，它都是直接复制我上面原本的文案，我感受不到它的专业、亲切和自信，这个语调的差异在哪里？那在文字的增长跟截短的部分，我觉得它表现还是不错的。对，但是我觉得它讲话起来就是有种 ChatGPT 的味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 AI 的程式它讲话的风格跟语调都是这样子。然后目前呢，你不管是订阅还是买断，你只要点击设定的地方就可以发现，它目前这个 AI 的额度都是有使用限制的。那这个细节原因的话，我会再等一下后面的观众问答再来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那第2个自动化的部分叫做自动填写。Google Notes 其实是把 iOS 这个新功能结合到它的 App 当中，你现在只需要透过拍照，然后你就可以去辨识文字，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扫描的内容转换成文字，加入到你的全萤幕打字当中。那在第3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是数学白痴的话，我觉得这个功能你真的非常需要。现在只要在 Google Notes 的测验当中写题目的时候，如果你的算式有出错，或是答案有错，它就会自动去帮你画底线，并且告诉你错误的地方，真的是超级方便。你就仿佛有一个老师在你旁边帮你检讨考卷，说，你这个 X 的答案算错了。但可惜的就是这个数学功能的校正，它目前只有在 Google Notes 它的测验功能里面有提供。如果你是在一般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它就是没有提供这个纠错的功能。好，那再来就是关于 AI 的3个手写辅助功能。那第一个手写辅助就是关于数学的手写转换，你可以把你原本手写的字，它转换成数学真正的公式还有符号。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这个转换功能，它同时支援了 LaTeX 的这个数学排版，所以如果你是数学老师的话，我相信这个功能对你来说是相当实用的。你可以直接用 Google Notes 去手写你的计算过程，然后用套索工具选取起来，那转换成你的数学公式。然后大家可以在下面看到它有一个程式码，那你就可以直接复制你的程式码，然后直接贴到你的 LaTeX 的程式当中，然后去把它排版到你的数学讲义。那你这样子就不用一个一个字去打你的程式码去编排你的数学讲义，我觉得它使用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方便。第2个跟第3个手写辅助的功能，我就一起跟大家说明。如果你现在不管怎么背单字就是背不起来，那没关系，你现在又多了一个英文小老师了。如果你的单字写一半，那 AI 呢，它现在可以自动去帮你补齐一整个单字。那如果你的单字乱拼的话，它也会帮你揪出错误，根本就是单字小帮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示范，比如说我要写 astronaut， 但是这个单字我只写了前面几个字，对，那它就会帮我把后面的字完全补齐。那像是在 Google Notes 的部分，我如果多拼了一个 O， 那它也会画出红色底线去帮我纠错。
对，那在这个拼字检查的部分，它目前已经支援了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还有荷兰文，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学习这4种语言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玩玩看这个功能，其实真的还不错。对，但是大家要记得到笔刷里面去修改它的语言，不然的话你的英文笔记有可能全部都会显示错误的选项，它会依照你所设定的语言，然后去辨识你的笔记。好，那再来最后更新的部分就是关于4级的部分。那因为4级的部分它这个更新比较小，只有2个小更新，所以我就快速跟大家带过。现在4级就是多了全新的互动式练习题的测验，那包括台湾申请国外学校的 SAT 啊，然后香港的 DSE， 你都是可以在里面找到练习题来撰写的。那未来有可能会再新增更多考试内容，那我自己希望说，比如说像是托福啊、多益或是一些英检的内容，也可以新增在里面。那这样可以更增加台湾用户的使用率。那像我刚前面讲到那个数学答案的辅助，其实我就是从 SAT 的考题当中示范给大家的。那除了辅助之外，它也会帮你去计算你题目的对错以及你的答题进度。那在4级第2个更新就是在产品线的更新，你现在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创作者的手账啊、贴纸、纸张、卡片等等。那如果你是订阅用户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免费的特别优惠。好，那接下来就是我频道一直以来的惯例，那我就要来帮大家整理出 Google Notes 6这次更新之后的5个隐藏版小技巧。那第一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学起来，而且我相信也是许多人会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9月9号之后，我是不是就不能从 Google Notes 6恢复到 Google Notes 5了？对，答案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呢，在这边我就要来教大家一个可以同时保留 Google Notes 5跟 Google Notes 6的方法，那让你在9月9号之后还是可以自由去切换这2个账号。那只要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你就是要去建立一个新的 iCloud 账号。那你可以用你其他的装置，因为 iPad 这台要用 Google Notes 6嘛。那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 iPhone 啊，或是在你其他的旧手机去建立一个全新的 iCloud 账号。第2个步骤的话，就是因为这个 iCloud 账号出现了嘛，那你可以用你原本旧的 iCloud 账号，就是有买 Google Notes 5的那个 iCloud 账号，然后你去以家人共享的方式去共享给你这个新的 iCloud 账号。共享完毕之后呢，那接下来你用你这个新的 iCloud 账号打开你的 App Store 去下载 Google Notes 6。那下载 Google Notes 6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叫你去注册的选项嘛。那你这时候就去注册你的新的 iCloud 账号进去。那这时候呢，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会在设定的地方就可以发现有个降级的选项。那你只要点击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iCloud 账号降级成 Google Notes 5。所以等于说，你即使没有花钱购买 Google Notes 5，对，但是因为你有透过家人共享的方式，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新的 iCloud 账号，使用旧的 Google Notes 5。那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想要用 Google Notes 5的，你把你的 iPad 的 iCloud 登出之后，然后登录这个全新的 iCloud 账号，你再输入这个全新的 iCloud 账号进去 Google Notes 以后，那你就可以去降级回 Google Notes 5了。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小技巧学起来。那再来第2个小技巧的话，就是关于 Google Notes 6内部的本身功能。你现在可以去事后调整纸张的长宽高还有样式，那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那比如说你担心你在写笔记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对齐嘛，所以你会使用方格子让自己写字整齐一点。但是你事后想要复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方格子看起来很杂乱嘛，那你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去点击右上角，然后去调整纸张的样式，让它变成白色的底。对，那这样子你的笔记看起来整个就变很整齐嘛，而且你原本方格子的格线它就不见了。或是说你想要直接把你的笔记变成黑暗模式，它也是可以的。你一样点击右上角，然后去调整它的纸张样式，然后把它变成黑色。然后接着呢，你就用套索工具去把你的文字改变成白色。那其实你这样子就去完成了一个黑暗模式版本的笔记纸嘛。那第3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的笔记就是写太多了，你写不下，但是你还是想要塞在这一页里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到设定当中去调整你的纸张的 px 数量。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1080乘720，对，那我觉得太小，那我可以把它调整成2048乘上1440。它都是可以自由做调整，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发现你的笔记纸的大小就被放大了，那你就可以在其他空白的地方去继续撰写你的笔记。所以我觉得这个隐藏小技巧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在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你要去如何善用这个 AI 的纠错功能呢？我觉得在背单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用的。比如说你现在从网络上面下载一个背单字的单字表，那你这时候可以去使用一些工具，然后把原本单字的答案盖起来。那你这时候就可以用手写盖在上面写答案。那这时候这个纠错功能它就可以直接自动去帮你纠正说，你这个单字有没有写错？
对，所以我觉得它在背单字的时候真的是相当好用的。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在写作文的部分也是很好用的。比如说你现在有一篇很长一篇的全英文作文，其实 AI 它就会自动去帮你画红底线嘛。你如果有拼错单字或者写错单字的地方，它全部都会画起来。那你这时候就可以一一的去检视说，你这篇作文哪边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辨识英文单字的功能，你不管是在背单字啊，还是写作文上面，它都可以很清楚的去调整你的错误。那在第4个隐藏小技巧的话，是在笔刷底色的部分。比如说我现在在制作我行事历的甘特图，那我可能会用一个比较粗的钢笔笔刷画一条线嘛。对，那大家可以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现在如果在这个很粗的钢笔笔刷上面写着我的字，对，当我写字上去之后，然后我们现在使用橡皮擦擦掉，下面的钢笔笔刷它不会被擦掉，它只有上面写的字会被擦掉，所以等于说这个比较粗的笔刷它就会变成一个底色盖住。那你未来你想要去调整任何的内容都是可以的，你就不需要再去重画一条钢笔的笔刷，然后再把字写上去，然后擦掉的时候又全部被一起擦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尤其是我自己用在甘特图的行程调整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的去复制贴上，然后去更改行程，我就不需要再把我的甘特图全部重画一遍了。那在第5个隐藏小技巧的话，就是叫做快速回到首页。对，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很多 Google Notes 的资料夹，我一直往内点，对，但是我如果要回到一开始的首页的话，我还要一直按左上角上一步，真的是太麻烦了。对，那这边有一个非常快的快捷键，大家只要点击一下文件那个按钮，点下去之后，它就会马上帮你回到主画面了。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Google Notes 5个隐藏小技巧，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观众的 Q&A， 那我就来一一帮大家解答啦。那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是 Google Notes 6能家人共享吗？那答案是不行的。Google Notes 6现在没有支援家人共享，但是如果你是 Google Notes 5的话，它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家人共享的功能，就像我刚刚前面教的隐藏小技巧一样。那在第2个问题的话，就是如何降级跟升级。那我首先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前提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在8月8号之前，你去下载 Google Notes 5之后，你在 Google Notes App 当中里面才会有降级的选项。如果你是8月9号之后才下载的人，你就会直接从 Google Notes 6开始使用，那它就是不支援降级的功能。那降级的选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从 Google Notes 6的设定里面去点击，然后发现有个降级的框，你把那个绿色的开关关闭之后，那你就可以降级回 Google Notes 5了。对，但是如果你是8月9号之后下载的人，你就会看不到这个选项，因为你的初始使用 App 就是 Google Notes 6嘛。那如果你是从 Google Notes 5想要升级到 Google Notes 6的话，你其实从 iPad 的右上角有看到一个小小的6的符号，那你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叫你去选择 Google Notes 的方案，那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Google Notes 第6代了。相信观众听到这边很难过嘛？如果我是8月9号以后买的人，那我就真的没有转圜余地了吗？对，那其实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其实我帮大家发现了一个，即使你在8月9号之后购买了 Google Notes 6，你还是可以继续降级回 Google Notes 5。对，但是这时候就是你要去找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在8月8号之前就购买过 Google Notes 5，在8月9号之前购买的朋友，然后用家庭共享的方式把你加入到 Google Notes 里面。对，那你这时候就可以从 App Store 去下载 Google Notes 5了。对，但是简单来说，还是至少要有一个人在8月9号之前就下载 Google Notes 5，然后你跟他在同个家庭里面，你才可以享有这个之后下载还有 Google Notes 5的这个方案。那再来第3个问题是关于 AI 的使用限制次数，因为我们现在在全萤幕打字的功能可以发现，我们点开设定之后，它会写说你的 AI 还剩下多少的使用额度。对，那这个功能它不管是订阅还是买断，它都会有这个使用额度。它这个问题主要是 Google Notes 它公司内部的 AI 资料库它还在建制当中，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及时跟数量这么大的 AI 功能。可能使用者一次使用太多 AI 功能的话，那 Google Notes 它的系统可能就会瘫痪或是会宕机，所以它现在才会设定说每周的使用额度。对，但是这个会在未来 AI 功能慢慢完善之后就会取消这个使用额度功能，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在第4个部分的话，就是关于新旧用户之间的优惠。对，那我觉得这是 Google Notes 的行销方式，我觉得真的是蛮奇怪的。旧用户反而要用比较贵的价格去买到，那反倒是新用户你可以打的优惠会比较多。对，那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是购买订阅方案的人的话，那你如果是从2023年7月1号到8月8号之间购买的人，你在第1年订阅的话就是完全免费。所以等于说你刚买 Google Notes 5，结果它现在马上变成6的话，那你第1年就是可以免费订阅的。对，那如果你是从2023年1月1号一直到6月30号这段期间你购买 Google Notes 5的人，那你现在要订阅 Google Notes 6，那你在第1年的订阅会享有 50% 的折扣，也就是半价优惠。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我超早就买 Google Notes 5，我们在2023年之前就买 Google Notes 5的人，
那你在第1年订阅只会享有25%的折扣。对，听到这边老用户真的是觉得有点傻眼，为什么我们支持你那么久，我们是你的首购族，结果我们在后面的优惠还拿到这么少？好，那再来是一次性购买的部分，其实就跟刚刚的套路是一样的，我就快速跟大家讲一下。你在7月1号到8月8号之间购买 GoodNotes 5的人，你就是享有33.3%的折扣。那以此类推，1月1号到6月30号买的人，你就是享有26.6%的折扣。那如果你是老用户的人，你就是享有20%的折扣，也就是8折优惠。那这4个是主要观众问到比较大的问题，我就解释给大家。那再还有一些其他小问题，我也一一跟大家回答一下。比如说像是 GoodNotes 5升级到 GoodNotes 6的话，你档案会有遗失的风险吗？那答案是不会的，它可以直接无痛转移你的档案。对，但是5跟6之间的差别就是，如果你是使用 GoodNotes 6输出的 GoodNotes 档案格式，它只能在 GoodNotes 5进行检视，但是它无法编辑。然后更新之后笔记的格式会不会乱掉呢？那我自己这边的话，我不管是在手写还有打字功能，它都是没有乱掉的。对，但是因为之前有观众提出说有乱掉的情况出现，对，那可能要再请你截图细节的图片给我看一下。那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那我自己本人会不会升级到 GoodNotes 6？答案其实是我会，因为我要示范这些 GoodNotes 6的功能给大家嘛，还有要帮大家随时追踪 AI 的功能到底有没有更新，所以即使再贵，我还是得花钱买下去，去帮观众做实测的动作。对，那这就是以上关于 GoodNotes 6的各个问题。好，那在影片的最后，我就要来讲一下身为这个 GoodNotes 5年老用户的心得啦。坦白说，对于这次的更新，我自己内心还是有小小的失望。虽然说 AI 那些功能真的都很棒，而且是立意良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 GoodNotes 它应该要更专注在使用者体验上面的优化。比如说像大家敲碗很久的虚线功能，然后表格功能，光我这边 IG 跟 YouTube 收到的敲碗内容就破了上百则。那我相信 GoodNotes 在他们官方那边收到的客服回馈，一定远超过我这个留言的数量嘛。对，那我这边都已经感到这么有压力，就是观众一直说虚线功能什么时候出来，那我相信 GoodNotes 那边应该也会感受到同等的观众压力。对，但是 GoodNotes 却迟迟没有推出这个虚线功能。但虚线功能这个开发其实并不麻烦啊，大家可以看到套索工具那个不就是虚线的样式吗？那你其实只要把这个虚线的样式改变成笔刷的样式，那其实你就完成了虚线功能了。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明明这么简单的功能，为什么不先提早推出，反而是跟随着 AI 的潮流，然后你去做出一些 AI 的功能，但实际上跟用户的连结度没有到这么高。那 AI 的部分我没有想要抨击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大趋势没有错。但是另一个方向就是在市集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市集现在就是走向一个很商业化的导向在经营，就会让使用者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去卖上面的手账，卖上面的贴纸，去赚额外的商业模式。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商业导向的意图已经变得有点太明显了。对，所以还是希望说 GoodNotes 它可以回归到我们使用笔记软体的本质，去优化它的软体。我觉得这样子会是更好的。那所以呢，希望这次的涨价事件之后 GoodNotes 可以真正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好，那语重心长完之后，那我们就来聊聊影片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你到底该不该更新 GoodNotes 6呢？那首先呢，我觉得大家需要思考一下，哪些功能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说对我来说的话，像是笔记本、UI、手势、市集，对我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只是在界面啊，或是外观，或是卖场的部分做一些小型的优化。那再来的话就是 SAT 或等等的测验，因为我现在已经大学刚毕业了嘛，所以考大学对我来说也不是需求，所以 SAT 这个测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用不到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真正有差其实就是 AI 功能嘛。那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AI 功能对你来说使用上到底会不会有真正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像是 AI 注解功能，其实你用 Notion AI、ChatGPT， 它也是可以去帮你达到语调啊、文法等等之类的修正。那你会有必要把它放在 GoodNotes 里面来使用吗？那再来的话就是 AI 纠正错字的功能，我觉得它在你默写默背单字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或是你写作文的时候会有帮助，但是它目前就是仅限在单字的这个功能里面，它没有办法去进行整句话或是文法的修正。那再来就是数学公式的纠正嘛，它也仅限在比如说 SAT 或是 DSE 的测验里面。对，所以它也没有广泛的支援到其他笔记本，所以如果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目前更新的必要性是不大的，因为 AI 功能跟我的连接度还不够高嘛。所以总结来说，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用到 AI 辅助来进行背单字、写作文，以及你有一些国外大学的升学需求，那我觉得你现在更新 GoodNotes 6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就可以去立即解决掉你这些的需求。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笔记软体是以手写为主的话，
那我觉得 Google Notes 它本身的手写辨识啊、录音功能还有搜寻功能，其实就已经非常好使用了。它基本上已经可以解决你平常在做笔记发生的所有问题。而且现在 AI 的功能，它相对来说还是在测试的阶段，它还没有到这么的快速、这么的完善。你没有要用到 AI 的功能的话，我觉得或许再等等，其实也是可以再购买的。因为如果是订阅方案的话，你其实就没有差嘛。你就算现在订阅，它的订阅截止日也是到隔年，你并不会像是买断一样会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好，那感谢大家把今天这部超长的影片听到这边，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Google Notes 依然还是相当好用的笔记软体，它依然会在我的笔记软体程式当中排名第1名。我觉得价格部分就真的只能靠消费者还有市场机制去反映了。那我自己也相当期待，我这个1年订阅320元这个价格，它可以去发挥更多功能上的价值。对，那如果你对 Google Notes 6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如果有哪些疑问特别多人询问的话，那我会再考虑拍成一部影片，再来详细跟大家说明这些问题。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